大家好，我是思凡。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4星火属性长枪角色香菱的攻略。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最值得练，同时也是最保值的4星脱手副 C 了。虽然开服的时候有过一段刘月珍香菱的说法，但随着大家对游戏的了解逐渐深入，香菱的定位也总算是清晰了起来，就是火系脱手副 C。极端一点，他甚至可以是一个挂在后台的主 C。没错，我就是在暗示公子。虽然香菱的战绩和大招的上火频率很高，但在公子面前还是不够看的。所以在双火公子的阵容里，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公子在给香菱打工。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角色的普通攻击开始说起吧。香菱的普通攻击一共有5段，其中第3段是2次伤害，第4段是4次伤害，和钟离的踢枪还是有区别的。钟离的踢枪算是一个小脱手，且4段伤害都能吃到生命值加成，在伤害上会高出不少，所以刘月珍给香菱还不如给钟离。最后一段普攻是上挑，血刃能力较强，完整的一套普攻正好可以打掉一个白铁矿。大部分单手剑或是长枪角色一套完整的普攻下来都是可以打掉一个白铁矿的。当然大剑的话只需要1刀。香菱的攻速很快，但同时卡肉的感觉也会更明显。重击是向前突刺，并且会位移一段距离，这点是枪系角色独有的。除了萧的重击是上挑之外，所有的枪系角色的重击都会有位移。不过萧有更快乐的元素战绩，这点也保证了枪系角色的追击能力，实战中会更灵活。香菱的元素战技会朝前方固定距离扔出一个锅巴，释放战技的瞬间是没有元素威力的，之后锅巴会朝敌人吐4次火，持续7秒左右，每吐中1次就会给1颗元素威力。锅巴的火并不属于强火，它需要喷2次才能燃烧草地。作为一个脱手技，锅巴的伤害是锁面版的，即在 buff 消失后也同样是能吃到增益的。当锅巴喷火时，头上会出现一个叹号，这个叹号并不是代表发现了敌人，没有敌人时这个叹号也同样会出现，所以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很神奇的一点是，锅巴会朝着果树喷火，果实也会因此而掉落，但是对于电气水晶和冰雾花，锅巴却并不会被其所吸引。锅巴的实际喷火范围远比你看到的要来的大。天赋4增加了锅巴 20% 的攻击范围，我严重怀疑这个天赋不仅增加了距离，还增加了喷火的角度。天赋5在锅巴吐完4次消失之后呢，还会在地上留下1颗辣椒，吃掉它你就能获得 10% 攻击力的加成，持续10秒，算是一个小小的提升吧。需要注意的是，锅巴是没有嘲讽功能的，所以怪物不会被它给吸引仇恨，这就导致了部分情况下，在面对强位移的敌人时，锅巴会在原地喷空气。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琴，把锅巴给吹过去。想多了，锅巴可以被琴给吸起来，但是吹不过去。面对温迪的大招，锅巴也是纹丝不动。砂糖倒是可以使锅巴发生位移。然后谈谈香菱最复杂的天赋元素爆发，这个大招也同样是锁面版的脱手技。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开大之后，香菱的火轮是不会立马就出现的，而是会进行3下挥舞。这3下挥舞在文案中没有描述，但是在技能倍率中，我们是可以看到这3次挥舞的倍率的，加起来也算得上是1次小爆发了。可以发现第3段挥舞的倍率和火轮的倍率是近似的。需要注意的是，这3段挥舞中只有第1段是可以施加火附着的，当然这么说并不严谨，应该说是3段挥舞只能施加1次火附着。火轮的持续时间一共是10秒，这个持续时间是从火轮生成时开始计算的。4名的香菱会延长大招 40% 的时间，也就是14秒。我的香菱是满命的，所以大招持续时间内火轮一共会转11次，打出11次的伤害，并且可以发现每次火轮都是可以给怪物施加火附着的，也就是说每次的火轮都被视为了1次独立的技能。锅巴的每次喷火也同样如此，但是起手的3段挥舞是不被视为独立技能的，存在元素附着 CD， 所以只有第1段能给怪物上火附着。火轮的生成时间不是在第3段挥舞释放完之后，而是在释放第3段之前就已经生成了。光看特效的话确实很难分辨出来。我们注意这里的伤害数字，这个先出来的伤害数字和之后火轮的伤害数字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证明第1段火轮的伤害是比第3段挥舞略快一些的。这里在鱼人中的盾消失之后，后续的火轮伤害也有一个小提升，是因为我带的武器是侠里灭尘，对在火元素影响下的敌人是可以提高伤害的。关于侠里会在后面的武器推荐中提到，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香菱的6命，火轮持续时间内增加队伍中所有角色 15% 的火元素伤害，但实际上香菱大招的火轮是吃不到这个加成的。如何证明呢？这次我们以小宝为例，还是用的侠里，第1段火伤暴击了1803，
第二段没有暴击，13、14，这里第三段和火人的伤害同时出来了，一个没暴击1673，一个暴击了3350。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后续的火人伤害得知，1673是火人的伤害，那么3350就是第三段挥舞的伤害，而暴击的火人伤害是3341。问题来了，为什么第三段挥舞的伤害比火人伤害要高呢？明明倍率是要低一些的。这是因为第三段挥舞的伤害吃到了15%火伤的加成，那么前两段挥舞有没有吃到呢？这里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知，前两段是并没有吃到的，很合理，因为第三段挥舞是在火轮生成之后打出来的，前两段则是在生成之前，所以是吃不到15%的火伤加成的。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段挥舞是不锁面板的，而火轮是锁面板的，且吃不到这15%的火伤加成。所以6命对于香菱大招来说是几乎没有提升的。通过这点我们也可以得知香菱有大时的操作手法，那就是先开大再丢锅巴。最后考一考大家吧，这也是我在做攻略时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这里是我打冰胖子时三段挥舞的伤害和火轮伤害，三段挥舞伤害589、229、629，火轮伤害917。明明第三段和火轮的倍率是相差不了多少的，而且也都打在了鱼人中的盾上，为什么伤害差了那么多呢？而且三段挥舞的伤害也很奇怪。假如你们可以搞懂这个，我相信以上关于香菱大招所说的东西你肯定是听进去了。这里挖我香菱的数据给你们，爆伤99.7，精通361，能提高融化伤害57%，三段挥舞的倍率是115%、141%、175%，火轮倍率179%。最后提示一点，精通是属于额外城区的，这里涉及到计算，能说出个所以然也行，只要证明这些伤害数字是合理的即可。香菱的命座，一命被锅巴攻击的敌人会减少15%的火元素抗性，持续6秒。锅巴在场上的持续时间是7秒左右，也就是说，如果锅巴的第一口和最后一口都能碰到敌人，减抗效果就能持续13秒。所以实际上香菱也是可以当一个火 C 的辅助的，不过一般不会有火 C 会带香菱，因为在香菱前面还有一个6星战神，香菱只能是当次选。2命的攻击的最后一段会给命中的敌人埋下一颗雷，2秒后爆炸，造成75%的火元素范围伤害。打史莱姆的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几乎看不到有范围火伤。而且说实话，香菱一般不会攻击到最后一段，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4命和6命在之前的内容中有提到过，就不赘述了。香菱的圣遗物有2种选择，一种是4魔女，一种是2宗室加2魔女。在打反应的情况下，前者要好一点，稳一点就选2+2。至于千言，锅巴在场上的持续时间为7秒。所以千言的效果大概能维持10秒左右，也不是不能用吧。但锅巴这个小短腿和钟离柱子是一样尴尬的，柱子的持续时间好歹也久一点。在各部位的属性选择上，香菱大招80能量，又是后台负 C， 是极度缺少充能的，所以沙漏一定要带充能，不然大招基本上循环不过来。只能丢锅巴的香菱可太弱了，其他位置正常来就好。火伤杯、暴击、爆伤头，武器选择上天空知己加充能很适合香菱，护魔高爆伤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看自己选择。4星武器决斗枪、西风、千言、侠礼以上都行。着重说一说前面提到的侠礼吧，这里的火轮伤害从2836到了3378，提升了19.1%，而我的是金3侠礼，是能提高28%伤害的。这样看的话，侠礼的加成似乎并不属于额外的城区，但我又用普攻测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普攻伤害确实是提高了28%的伤害的，这是为什么呢？很容易推理出结论，侠礼的加成是属于元素城区的。我香菱本身有46.6%的火伤加成，加上28%，可以计算出是能提高19.1%的火伤的，而误伤加成原本为0，所以普攻伤害才会完全提高28%。另外侠礼是精通加成的，如果选择侠礼的话是需要打反应的，所以在不打反应的情况下就不要选它了。接下来是配对环节，目前香菱有2种主流的就业方向，一种是双火公子，另一种就是国家队。先说说公子的队伍，公子大部分时间是在给香菱打工的。首先因为水是克制火的，其次公子端流的水附着也是独立 CD 的，再加上高频率的普攻，自然能压住香菱的火。但如果锅巴的喷火和大招的时间点卡得好的话，在有锅巴存在的情况下，公子也是可以多打几次蒸发的。而且即便不注意这点，在香菱放完锅巴和大招之后，切公子出来直接释放元素战技再放大，大招也是可以吃到蒸发的。之后就是愉快的 AAA 环节了。然后是国家队，什么叫国家队？香菱、班尼特、行秋、重云全是4星，搭配起来打反应非常强，所以为什么叫国家队？别问我也不知道。这套阵容里的香菱依旧是打蒸发融化的那一个，因为行秋伤水太强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说香菱是主 C， 光靠香菱一个人的伤害肯定是不足以支撑这个队伍的。这套队伍是需要练度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在打输出，冰、水、火
3种元素不断打反应，每个角色不极端开大才是这套阵容的优势所在，很强。但很可惜星球重云我都没练，因为开5到现在我一个火 C 都没抽到，所以这套阵容我只能理解到这里了。评论区有练过的玩家可以补充。最后做个总结，香菱身为一个几乎完美的火系脱手副 C， 我认为是很值得去练的，更不用说火系在提瓦特的重要性。火就是输出的代名词，有了火系角色，你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半的提瓦特大陆，其他元素都是给火元素打反应用的，什么冰水雷都是弟弟，稍微吹的有点过。那么最后，如果你喜欢本视频，那就请点个赞，点个关注。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